所以蓝湛这是喜欢他。魏无羡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人竟对自己存了这样的心思。他说过自己不喜欢男人，可却一点也反感不起来。蓝湛在亲吻他的时候，竟是几分震惊，却也几分令人见不得人的享受。而线下低头趴在他脖颈处慢慢细说的人，却又叫他心疼的厉害。从前他以为是求学时那几分情谊，这人才会在自己身边，不想原来这个世界还有那么一个人默默的爱着自己，默默的护着自己，而他似乎一直都没心没肺，竟从来都未察觉。若是自己没有这些话，以蓝湛这样的人，该是一辈子烂在心里的吧？而他又这般愚笨，他有过震惊，有过惶恐，甚至是几分害怕。在知道这人对自己的心意后，可随后而来的却是庆幸，是心疼。庆幸没有错过，心疼他为自己做的一切。可若是他一辈子就这样了，那蓝湛该是如何？魏无羡真的不敢想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想用力的去拥抱这人，可拼尽全力还是一点作用也无。早知道就好了，早知道他应该不会那么狠心让自己变成这般模样。疼了那人，若是蓝忘机注意到的话，该是能发现魏无羡那白皙细瘦的指尖轻轻颤了颤。他听着蓝忘机对他说了好多话，几乎每日从早到晚，好像闲了下来，不是轻轻握着他的手，就是把他拥抱入怀里，并躺在一张床上，然后就开始对他说一些往事或者是新鲜的事。从蓝湛口中知道了那些人是属于自己的罪恶，苏舍已经被挫骨扬灰，金光瑶也被关在了金家不知死活，好像这些人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应，可他却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他们失去的再也回不来，唯一可慰藉的便是那些逝去的人灵魂会得到些许安息。这2日除了这些，听得最多的便是这人的情话。他从来没想到这个小古板也会有这么会说话的时候，不禁几分好像他什么都失去了，但好像又得到了很是珍贵的东西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仿佛又找到了一个支撑点，可以支撑他活下去的点。撕破那层膜之后，好似只要离开那熟悉的气息，一时半刻都会浑身的不舒服、不自在。他竟也会这般迷恋一个人的气息和怀抱。突然间很想，特别想睁开眼睛，看看那个让人心疼的傻瓜。仔细想想，他从小虽然顽劣，但也不会对一个人上瘾。从初见时死皮赖脸的贴近，或许已经有了那种心思，只是他一直都不曾发现，也不敢去想。若是能醒来，他真的会扒开这位清高的人，看他有多清高。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在他不能动弹的时候说，在这人身边真的很好，那累极了的身体终于可以好好的安心的休息几分。唯一不舒坦的便是他会为自己喝那些苦不拉几的药，整个口腔喉间全是辛苦的味道，总让他很不舒服，连带着胃也丝丝抽疼。譬如线下嘴里又被汤匙喂了难吃的药进来，他一向不喜欢吃药，身体也没那么难受了，想着不吃应该也没什么关系。在尝试可以闭紧牙关后，他能感觉那药从自己唇角一点点的滑落了出去，落进了脖颈里，带着些冰凉。蓝忘机发现今日怎么喂药都喂不进去，紧蹙眉头，随后又温柔仔细的为魏无羡擦去残药，是不是很苦，所以不愿意喝？魏婴，喝了药才会好得快，身体也不会难受了。他摸了摸魏无羡唇角，哪怕得不到一点回应，也轻声的说道，别怕，我陪你一起苦，乖乖喝药可好？魏无羡刚想说，他果然与自己心意相通，正在琢磨他说的陪自己一起苦是什么意思时，那温热的唇便附了上来，舌头强硬的撬开了自己的牙关，可谓一瞬间充斥着整个口腔，却不得不本能的吞咽着。就这样被这样暧昧的喂药方式喝完了所有的药，魏无羡简直被这人给气笑，只盼着能动弹之时再好好讨回来。这般的欺负自己，全天下也唯此一人而已，像是喂上了瘾一般。魏无羡发现接下来的几日，这人几乎天天这样强硬的给他喂药，当真实现了陪他一起苦的话语。这口气一直闷在他心里，天天给自己打气，不气不气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想着想着也得到一点安慰似的，只是除了吃药还有那么一点不舒服。魏无羡发现这2日天当真炎热的厉害，哪怕那人每日都给他擦拭身子，可还是沾腻的不行，热得他呼吸都变得灼热几分。在听见蓝忘机话语时，他开心的飞了起来的同时，却又陷入窘迫里。随后想想，若是以后都这般，
那他为何不提前适应适应？这样想，整个人也放开了些。魏婴，天热，帮你洗个澡可好？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话刚说完，蓝忘机便打了热水放到浴桶中，试了试水温，随后便把魏无羡抱了起来，轻轻放进浴桶里。他的身体没有受力点，怕那无力的身体滑落下去呛了水，蓝忘机只能也进入桶里，把他的头靠着自己肩臂，水雾袅袅。他解开魏无羡里衣，看着那安静沉睡的容颜，一时间竟晃了神。而他不知道魏无羡在感受那只暖和的手附在自己腰侧之时，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。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一直使劲冲开的身体束缚，好似越来越松了下去。微微睁开双眼之时，那凑近自己的俊美脸庞，在一阵阵雾气中好似一点也不真实。慢慢的，他看见那人脸上从欣喜到震惊再到窘迫想逃离，想到他要逃离，竟是伸手就想把人抓住。可他睡了太久，手没力气，倒如同挠痒痒似的，轻轻扯了他一脚一般就滑落下去，不得已使劲的把唇凑了上去，泄气一般咬了他一口。欺负了我就想离开？好蓝湛，我有那么好欺负吗？许久不说话，他的声音带了几分沙哑，就这样赤裸裸的盯着蓝忘机，而刚被他吻过的人却是呆愣着说不出一句话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百般万般祈求着醒来的人会在这样一个场景中醒来，更没想到他会吻上自己。随后咬了一口，说是有却也好笑，可那一丁点的力道还是让他愣了神。魏婴，你醒了？醒了，你别恼，我只是帮你清洗下身子，天热，怕你难受。蓝忘机说话间都带了些支支吾吾，好似做了什么见不得的坏事般，倒让魏无羡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知道，没恼，既然要帮洗，那便继续吧，我身体没有力气，你帮帮我。说罢，他有些费力的把身上已然湿透的里衣脱了下来，扔出浴桶，随后把头靠在浴桶边上，闭上眼睛，轻轻浅浅的呼吸着。大概是刚醒来，轻轻一动便累得紧，只想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，休息好了身上缓了缓，再好好找这人算账。而蓝忘机看着全身赤裸，头后仰在浴桶边上闭眼休息的人，还是迟迟反应不过来，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，直到似乎有那么些不耐烦又略有委屈的声响起，才让他反应过来的同时，又愣在原地。怎么还不帮我？是害羞吗？蓝湛，亲我抱我，说那些情话的时候，也不见你害羞。好哥哥，我好累，帮我洗洗吧。如何洗完澡，又如何完完全全捅破那层关系，魏无羡已然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好像又有了一个家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，带着满身的疲倦睡了过去，却又在夜里习惯性的醒来。从前那些伤痛还是会让他陷入梦夜里，猛地睁开双眼，一瞬间的空白让他头脑都带了几分钝痛。只听见旁边有人轻轻一扶，暖黄的烛火便亮了屋子。身侧的人起了身，将他拥入怀里，轻哄似的拍了拍他的背。我在，别怕，蓝湛，